对手很强，你打不过，队友也打不过，那怎么办？是吐槽还是甩锅？还是挂机还是直接退？我们不要有这么软弱的想法，好好打，争取还是有希望的。但不争取，那是一定没有希望的。所谓的高光操作，那不都是在努力争取的时候才产生的？这个图很多人都喜欢往 A 点冲，以至于我们要是防守 A 点的话，很容易遭到2、3个人一起冲的。左边水池有一个，做好被冲的准备。右边还有一个，打完第一个架好，门口的也要过来的。击杀了枪头回阵，但是发现不对，杀的不是这个，是上面半雷响的。反应过来了之后是有瞬间跟枪，双梯上面有一个，这边掉包摆个半雷，然后准备上去。没办法，上面半雷已经触发了，想上去防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对面双梯爱冲 A 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考虑从双梯直下，然后打对面一个出其不意。像这个中间的地点烟最好就是学一下，过的话还是得滑铲一下，可能别人盲区给你穿了。没有把握击杀，跟上他扭头到干嘛？打完利用加速逃离水池这个位置，清理他家2楼的。先水池的人架你，被人发现了，不用管他，直接往 B 点走。其实2个队友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直接排 B 点就好了。A 点水池并没什么动静，那么大部队应该是在 B 点的。静悄悄摸过去，得中路直接抄我们家去了。看着红点应该是从家里去 A 了，距离这么远，这些分该吃就吃。再杀几个，再凑几个小分的话，无人机就有可能体验出来的。从这边过的时候看到中间有一个，他可能没看到我，我们稍微等一下，看看他会不会来抓我。稳妥起见，还是换一下吧，准备排厨房。海水被抓到了，尽力了。队友连续2回合都掉这么快，那么大概也明白了。我们去守 A， 如果说还用那种的话也可以，不过那个半雷肯定是办不到人的。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位置封个烟，虽然说被弹了问题不大，从这儿滑铲过去还是容易被人看到。有人就喜欢从这儿上，赶快过去补枪。这人打个重伤的，希望上面好补伤了。在侧边架着的话，对面是上不去的，只能从中间走。我们只需要关注中间的队友掉光了没有就行了。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出其不意的。还想摸，飞机漏了，门口封个烟，然后准备跑路，防止别人混烟啊，烟你丢不手雷。刚才打的那个人他掉包了，但我们就以看包为主。对面有狙，不一定打得过。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点位，就是在这个阳台位置。地图上显示花园啊，但是我们习惯性叫这个阳台。趴着就贴这边，然后看着自己家方向就可以了。只要拿包就能锁定位置，站起来布马就能杀。敌人拿到炸弹了，成功扳回一局。我们刚才冲双梯下去的时候只抓到1个人，我们可以再冲一波。反正利用加速直接下去。右边没有，看左边，左边也没有，但是 B 点掉人了，得他们打 B 点了。这一波相当于又是扑空了，在这边再看一下，万一有漏的呢？有点怕他们家有人架着我，所以说这边摆一个半雷，我们从中间转 B 去。队友在 B 点开战了，绕后就抓紧。蹲守 B。我们喷子肯定是要清画室方向的，你总不能走第2扇门，超远距离去干瞪眼，太远了，大不了先标。生态行动。这个不要太显眼了，正准备取消了的，结果被打，下意识要闪避，还好队友补枪了，比分来到2比2平。防守方这边我就想炸个车，这跟电点雷抽奖差不多，对面进攻的欲望越强，那么这个摔炮中的概率越大。打到一个直接上去，但是远处看到一个，丢失目标跑，队友跟上给补了，那么就上。看红点，中间冲过来了，切过来了，那就直接上刀，不用切枪了。对面就剩最后一个了，把包拿着走。B 点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是队友撤回来的吗？还是怎么着？稳妥起见，直接转 A。队友没走，再看中间，架着走，右边贴墙，预判位置直接穿，然后10滴血了，过去补一下。防爆那就不担心 C4 了，来到3比2，有机会哦。他们中间冲的也凶，我们可以去双踢去拦截一波。防爆必丢的啊，不然要吃 C4 的。有人
击高塔上，威胁度很高，先处理它。他不漏了，我漏位置了，不跑。A 打没打过，可能就出来了，给我角落去，我已经没地方跑了。阳台的下来了，架着他。当然，这个地方是死角，跑不了了。坏起来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体冲 B 点，分散着打是最致命的，我就打算带他们一起冲 B 点。B 点高台一个，六扇门一个，冲过去其实只需要打一个人的，不足为惧的。这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完不做提牛，直接转到他们家去，主要是蹲人。这边顿了一下，正好撞上了。对面这个支援速度也挺快，这属于是点背了。刚好他过来的时候，我对应他，扭头一看，完了又1打4了，这就没办法了呀。来到最后一局，不出所料，队友还是炸光了。我想办法单抓，可惜对面根本不给机会。虽然输了，但是对面赢的也不容易。对于我而言，我并没有输。溜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一名专精爆破的玩家，针对于爆破，我研究了11套打法，对应的就是11个背包，完美针对爆破的各种情况，以至于我一个养老玩家还能随随便便打上1000多名。这些打法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，我依旧是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们。至于怎么用，就看各自的灵活劲儿了啊。第一套，这个是防速攻的，核心东西是冰冻弹，最简单的原理就是冰冻弹封路 C4 赶上，有精力充沛我们可以提高容错。想排某些隔墙的地方的话，我们可以利用冰冻弹的穿墙效果，或者说是直接丢个 C4 过去，都是很好用的道具。带刀是为了抢速度，即将到门口的时候直接就丢冰冻弹过去。内线玩家一旦看到冰冻弹，那必须得减速啊，减速我们 C4 就过去了。这就是一套完整的连招，针对那些容易扎针速攻处的地方是非常好用的。就算是道具没有抓到人也没什么关系，带了精力充沛也不用担心道具不够用。我们要是想探其他地方有没有人的话，你看这些道具都是可以丢的呀。至于有些粉丝说带红色的无所畏惧，没错，的确是可以免疫冰冻弹。你猜我为什么让你提前丢？当你看到冰冻弹的那一刻之后 ，C4 就要下来了。还有你带了无所畏惧，就算是扎针，你的速度能有多快呢？所以说这个防速攻的包是可以防到 90% 的速攻的。这个地图只是举个例子，其他的地图按照这个功效照样推。比如说突离斯的酒窖和 A 大。坠机之地的1层，你的 C4 可以丢这边，也可以隔墙丢，看你。第二套打法的核心是小平板，在打不过对面，或者说对面平板疯狂扫的情况下，可以起这个背包专门去反制对面。有些人玩平板自己不带幽灵，那么我们起这个背包是完克对面的。那些狙击大手子是不喜欢带幽灵的，所以说可以考虑用这一招对付对面。带火炮的目的就是残血补枪，或者说炸车。毕竟你掏出来要么是主武器，要么就是平板，武器你都不会掏出来，你干嘛不带个火炮增加自己的输出能力呢？第三套就是喷子，意念接是重点。带上烟雾的话，我们就算近点的话，可以封个烟墙，哪怕说 K 点什么的占据，我们都不用担心的，从那儿过都是安全的。意念接可以保证我们不会触发细碳雷以及半雷。我拿半雷真的有些图都杀爽了，粉丝还给我品了一个半雷仙人，自己不带意念接，那撞上去那怪我喽。至于这个半雷套，那主要就是队友不靠谱，那只能信半雷喽。作为一个单排玩家，你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屁股交给队友？带上幽灵防扫，带上精力充沛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多个半雷了。有些地方需要防爆，你总不能让队友丢吧？队友但凡不丢，是不是就没了？至于狙的号，狙没什么好说的，主要说副武器以及道具。我跟大众的狙手不一样，中远距离我可以考虑用狙，但是近距离我一定是手枪配 C4 的组合。我在固守某一个点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用 C4 摆一个阵，跳出来打我的，直接这一个阵就炸了，自己丢防爆，自己来保自己的命。而且手枪也是特制的，属于半自动的，可以打比较远的距离。以至于我的狙击枪哪怕一枪95，我的手枪也是可以帮我补枪的。算了，差不多20，上枪13够了。近距离的话1发25，秒人速度足够了。至于这个背包主打一个穿透伤害，注重点在穿透伤害上。不要在意枪都有它的特长。如果哪天 SL 的双枪被砍的它不如其他枪了，我仍然会把它换掉。哪个穿透强就是用哪个，而且作战距离也是中远距离的，绝不打近战，近战打不过。那么这个背包其实是5号背包的另一个延伸。6号背包本来是个烧烤打法的，不过这个打法爆破中规中矩，热点距点反而很好用。
所以说它在爆破不使用的话，我就给卸了，作为5号背包的拓展。至于这个重狙，主打一个架点防守，看住一个点就死看那一个点，好不好用大家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至于保命，那就是手枪加 C4， 特定地图特别好用，因为带了幽灵，对面扫不到，同时带了警觉，周围要是有人的话都会亮，不用担心别人摸自己。缺点就是转点就废了。至于烟包，突破必备，你总不能顶着狙线你去冲啊，封烟那是必须的。手雷是配合某些地图的定点雷，烟雾一封，对面5盯1的人直接干瞪眼，中间不就冲过去了吗？扎针的包那没得说，奔跑加速加行协力，直接一根针速顶，这种是独狗。偶尔的使用是可以打出出其不意的效果，摔炮、炸车、补枪都可以，这就是速攻打突袭用的。怎么针对？拿1号背包那个冰冻弹就可以。这把枪主打一个腰射，主要是边跑边射，跟枪不准的人就直接给秒了，他拉不过来枪的。那么冲锋不只是有扎针，而且还有道具掩护，手雷和闪光这个灵活运用。手雷的主要作用就是当定点雷使用，有时候点被人突破了，可以丢个定点雷，提前清包。定点雷是爆破里面很多的一个变量，所以说有时候你蹲哪个地方最好是补个防爆，不然被定点雷炸到掉人很麻烦的。至于为什么要带追踪者，因为方便看到脚步抓人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11个背包的解析，进攻、潜藏、埋伏、突破、掩护、防守都有，这些招对付爆破真的绰绰有余的。还有就是不要盯着某一把枪，一代版本一代神，根据打法去配枪，这样你就不会纠结某一把枪了。ICR 它强吗？不怎么强吧，但是我打远距离它就很强啊。溜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